大家好，今天是 CLEC James 漫谈的第8集了哈。好，那我们来谈一下，昨天谈爱的能力嘛哈，今天我们来谈共情的能力。能够共情的人，久而久之自己的能量会越来越强。因为你每次在与人沟通的时候，你一定要很仔细的在听对方说话，而且是用心的听对方说话。那这个过程当中你就会提升自己的能力跟能量，这是很难得的机会，所以表达自己的意见跟自己的想法或自己的所知，其实是一种相对的无知啦，或者是相对的不成熟。昨天我还跟一个朋友在聊天，那当然有一些关系没有处理得很好，我就说其实我还是很幼稚。如果你会有一个关系，当然现在回不去了，那会回不去的原因就是当初太幼稚了啦。如果我们当初能够像今天这么成熟，或者是俗话说的老灵魂的话，那我们过去所犯的错，或者是所谓的回不去的关系，就可以避免。所以冷静听一个人说话是一种特殊的能力，而听到另一个人的心经验跟灵魂的感受，这更是我们补脑的养分。就是说，对方在讲一些他的经历想法的时候，其实他是在训练我们的脑，就好像人工智能就是相互训练。你说那个萃取对方的知识跟能力也可以，就好像那个人工智能有时候会用叫什么精炼，还是就是说从别人的经验里面直接萃取出它的精华。所以如果你能够用心听别人说话，这是一种能力，而且对你的人生的历练跟提升其实是非常有效率的因为对方已经要跟你讲话之前，他已经浓缩了、思考了，讲给你听。那我们为什么不好好仔细的将这个养分吸收到我们的脑袋里面？如果你一直在讲你想讲的事，或者是你想讲的话，或者是你想要告诉别人你所知道的事，其实你是在输出，而不是在吸收养分。所以当你面对很多人，有很多共情的经验之后，你就会练就出一个面对所有沟通问题的强大学习。就是说，你因为面对了很多不同的状况的沟通，当然家庭里面就是配偶的沟通、子女的沟通，可是你如果在外面同学、朋友，甚至LINE群组里面，你能不能有一种 EQ 很高的方式，先听懂、看懂别人的问题跟别人的心情，跟他有一种心灵的交流之后，你再看看你要不要回复。
有时候是不需要回复了，你只是把他的经验吸收过来，因为你的回复毫无意义，大部分人都不会听。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要听，不用回复，也是很有智慧的方式。当你面对很多人，你经过了很多共情的经验之后，你就会练就出一个面对所有沟通问题的强大学习经历考验与这个经验的能力。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感谢而且享受听的能力。每次在听就好像在看一本书一样，那书当然用眼睛看，脑袋思考，那可是你在听一个人讲话的时候，仔细的听，听出他的心情，听出他的灵魂，那这样子的学习是非常值得的。所以就像人工智慧的训练一样，就是说人工智慧在训练的时候，他们就是用大语言模型。说大语言模型就是说将所有的资讯全部都丢给他，让他自己学。那为什么要丢给他？因为资讯量要够才可能学习啊！你没有资讯，他无中生有，很难呢。所以我们为什么有些朋友开始可以制作影片，用有一些资讯开始制作影片，或者是开始写一些文章，就是因为你有大量的资讯大量的看我们COEC的影片之后，你就会有个能量，突然之间就是要发泄出来这种能量，那这个就正确。所以只有一直吸收听别人说话，学会听别人说话，共情，才有办法开始学习，这是一种能力所以我们接着昨天上一期爱的能力，今天就是共情的能力。共情也是一种能力，它也是一种学术你爱的能力像我每天都会收到很多 email 了，那当然每周的 Clubhouse 的现场回答，这都是对我的一种历练跟对我的一种帮助。因为大家无私的将自己的问题，自己思考过的问题拿到我面前，无论用文字或用语言，我都是用心去共情，读出他的灵魂。所以有时候我可以很知道这个人的内心，虽然只是透过文字。当然有时候因为读得太深，所以会 touch 到对方的一些阴暗面。所谓阴暗面，就是对方第一个可能不诚实，或者是可能心里面不是这样想的，或者是他有恐惧，他有贪婪。那有时候我的回答就太过直接，可是我还没有想出，如果不那么直接，我还能当一个老师吗？所以这个平衡点我还在揣摩了所以尽量以共情的心聆听对方的语言、口气、心情，跟阅读对方的文字。当你有共情的心去聆听跟阅读的时候，我们才能读出字里行间的心情，甚至你可以读出对方的灵魂所以以前我常常讲，我看到那个文字，我就知道这个人同样的文字，我知道这个人是不是技巧，还是说他是非常的这个坚强，还是他非常的固执，还是他非常的犹豫这个都我们要知道。因为你要回答一个问题，你要针对一个人的个性
去回答，所以你要读出他的心。只有读出对方的心情，你才可能接住对方的感情。那之后你可能给他答案，其实就不是这么重要。第一个，你先要理解对方。这一方面，其实有时候我在回信 email 的时候，因为 email 实在太多了，所以在回 email 的时候，一开始就先想到资产配置解答。我没有做到一开始就是很用感性的方式先写一段我理解你现在的状况，你的心情跟你的困境我没有做到这一点，可是我的内心是有的只是我在回答的时候写 email 就很快的把答案讲出来，这一点可能还是要改进所以接住对方的感受，你的答案，你的建议才会有效。我们不可能去接受一个对方完全就根本不理解我们，那就给我们一个建议那我们就接受了，不可能。这个人就是第一个，我讲的事情他都连听都没听也可能就不接受就说你是错的，这个不能这样子这样。之后我跟你讲要这样，你可能接受吗？你可能就把它丢到垃圾桶去了，所以甚至有可能针锋相对就吵起来，所以甚至有可能没有接到你的情绪而给你一个解答，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对方就是在敷衍，或对方只是在表现他个人的知识能力，他就是一种表现要告诉你我很懂，我很厉害。那你觉得你会接受这样的人的建议吗？当然不会，你没跟他吵起来已经是很有修养了，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变成那个被讨厌的人所以你如果是用这样的心态去教导别人，用你高高在上的心情，或者是你用我知道的比你多的心情去回答的话，最后你的答案可能就会被丢到垃圾桶去，没有产生对抗，已经是对方的修养还不错了。所以我也是一直在练习共情之下，如何让我的回答不那么尖锐，或者是能够被对方接受。那你要被对方接受，你前面一定要有个铺陈不是只有一开始这个你这样是错的我跟你讲也是这样不是这样你要先理解他的困境，理解他的心情，之后再来谈谈我们要怎么样来面对这个问题所以昨天我们谈的一篇爱的能力，也就是听的能力了。爱的能力第一个就是听的能力，之后才是接住对方的能力，再来接住对方的情感情绪的能力这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有了这些能力之后，你自然会讲出对，是，你很棒，我了解你，你说的对这样的同理心之后，才有谈下去的空间。之后对方如果有需要你的回答，你再开始讲可能这样子，那你自己想想看，不要给他直接的答案，就是给他问他这样想可不可以这样，你有没有这样想过？那我们让他能不能自己找到答案？当然我们在 Clubhouse 里是没有这么多的时间我回 email 也没办法那么多时间，除非我们私下面对面坐下来花个3-4个小时，那才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对谈那我们对方
才能够接受，不然大家都只是针锋相对，各说各话，最后当然就是不欢而散了。所以我们不是要来白白浪费我们的时间、精神，或者是去破坏这个关系，这是一点都不值得。所以一定要记得，就是共情的能力是爱的能力的延伸。那爱的能力、共情的能力的第一，就是要听的能力。那这样子才有办法一步一步走到一个最良好的关系。所以为了最佳的生活快乐，快乐是人权，不管你怎么做，你要让这个关系非常好，那你才可能快乐。那生活快乐滋养我们的精神，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共情变成是最基本的能力。好，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今天谈的就是听的能力，就是爱的能力的，接下来就是共情。爱的能力要先有共情，有了共情要用听的能力来起头。好了，那今天就先聊到这里，那下回见，拜拜。